你说中国今年的这个外贸订单下降了40%，而且传统产品下降了50%。你说您的公司也做了调查，原因是什么？这个事情呢，因为发生完以后呢，网上是说是欧美为难我们催订单，有的时候转到越南去。那对这个事情呢，因为我跟美国交往是90年代开始做美国的生意，20多年了，还有一点经验。他如果有需要，他哪里便宜就哪里买，他不会去听你的，市场意识很浓。那因此我这个事情呢，我就打电话跟我美国的公司调查这个事情。他说呢，美国确实通货膨胀非常严重，牛肉涨价了40%左右，汽油涨价了40%，就猪肉少一点，人工跟房价的涨上去大概35%左右。第二个呢，劳工短缺很厉害，他们缺工缺的很厉害，因为招聘的难度也比较大。这些消息报告到我这里来的，我讲呢，这里呢应该告诉我们中国的同胞，不是美国政府撤你的订单，是市场撤你的订单。那你问我现在怎么看未来？有一个很漫长的冬天，但是我是农民，如果是我的观点呢，因为不管再困难的东西，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。所以慢慢的孩子的时候呢，现在应该要有一个冷静的、坚韧的心态应对这事情。为了自己的祖国，我跟你讲，你应该承认这个现实，勇敢的拥抱跟面对这个现实。你是在给企业家喊话是吗？跟所有中国人喊话，大不了就去，也没有什么好怕。2023年的餐饮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大家的营业额都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？为什么我们期盼已久的消费的热潮没有到来，却迎来了莫名其妙的爆发式的开店？而疯狂开店的背后，却是餐饮人悲情的呐喊。为什么今年的餐饮如此的艰难？要揭开这些现象的盖子，我们先看看今年的2组餐饮数据。今年的第一季度全国的餐饮销售同比增长了13.6%。按说呢，增长了，我们的生意应该好啊。但是现实中，大多数的门店的销售却是在下降，甚至不如疫情期间的同期。为什么？大家再看一组数据，第一季度全国新增的注册的餐饮公司和餐饮单店就超过了76.2万家，同比增长了30.5%。通过数据的对比，我们发现新开餐饮的门店在大幅的增长，而这些新开的门店又绝大多数属于我们餐饮新手小白开的，也就是说，这些新增门店大都是外行冲进来分一杯羹。难道餐饮这个行业真的是日进斗金的新兴行业吗？恰恰相反，在所有的行业中餐饮无疑是当今最饱和、最拥挤的行业。一方面呢，其他行业在大的经济环境的冲击下异常的艰难，大量的企业和工厂停工倒闭，大家都在寻找出路。另一方面呢，在外行人的眼中餐饮还是属于低门槛的行业，现金流好，加上呢现在餐饮的预制菜和供应链的发展，让这个行业的技术已经不再成为最难的环节。尤其是呢，现在线上的引流和团购的盛行，门店的获客也简单了很多，所以呢，他们一进来就是无底线的团购套餐，天天搞引流活动，靠低价团购来维持人气，甚至赔钱赚吆喝。他们坚信把别人干倒，自己就能活下来，导致呢大家都没钱赚，都没有生意好做。那么我们走过3年疫情的餐饮老手都在干什么？难道他们不发展不开店了吗？是的，他们在疗伤，他们在恢复元气，他们知道
风险无处不在，他们知道未来存在有很多的不确定性，所以他们宁愿保守也不激进。但是呢，直到有一天，他们突然发现身边冒出了很多这种同品类的店铺，产品更新颖，价格更低廉，装修更时尚。直到这一刻，他们才明白了，这个世界真的变了。如果说仅仅是餐饮门店多也就罢了，市场消费力旺盛也行啊。但是经过3年的疫情，大家的口袋都缩水了。过去的这3年的不确定性，更是让我们不敢乱花钱。就像现在的银行贷款条件很好，但是大家贷出来的款都提前还贷了，而不是去投资或者消费。整体的社会层面的消费的热情下降，带来了消费的降级，人们减少了消费的金额和就餐的频次。讲到这儿，如果你认为只是简单的餐饮的外部因素给我们带来的压力，我们熬一熬也就过去了。那么炮哥要告诉你，真正的餐饮革命的风暴正在酝酿，一只无形的手正在推动着餐饮行业的变革，这就是餐饮行业的马太效应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在所有高度成熟的行业里，最终会形成竞争格局都是大品牌处于压制性的绝对地位，而剩下的那些没能出头的品牌就悄然变成了历史。比如某团、某众点评的背后是曾经轰轰烈烈的千团大战，比如曾经多到3500个品牌的啤酒行业，现在你还能数出20个吗？曾经多达1000多个品牌的空调行业，如今你还能数出10个吗？虽然呢，我们餐饮行业千姿百态，但是在资本、互联网和工业化的加持下，餐饮行业已经逐步开始洗牌，头部效应越来越明显。你像火锅、烧烤、快餐、小吃这些易复制的赛道，好位置、好流量都被他们占据，餐饮资源分配的倾斜越来越不均衡，大多数的小品牌和小店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的压缩。所以呢，我们感受到的艰难，不就是来自于竞争加剧、成本更高、获客更难、内外交困，让我们寸步难行吗？又破纪录了！今年中国新生儿数量估计会跌破800万。曹操看了这数据都得盖饭。可是2023年一半都没过，出生数据哪里来的呢？按照中国现在的政策要求，孕妇一般在怀孕3个月后就要向当地医院提前建档，也就是说，到了今年5月份、2月份怀孕的人就应该已经完成建档了，而这些人的预产期都会在12月份，也就是说，2023年新生儿出生量基本就可以估摸清了。那么新生儿数量跌破800万是个什么概念？2022年中国的死亡人口是1041万人，按照这个数字来计算的话，也就是说2023年中国人口将减少200万以上。而更可怕的是什么呢？这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最大的人口减少幅度，还会是未来几十年人口下跌的最小幅度。因为新生儿数量每年都止不住的在跌，去年950万新生儿是第一次跌破1000万，今年又是第一次跌破800万，年年破纪录啊！再往回看几年，数据更是触目惊心。2016年，我国全面实施2孩政策，70后、80后的叔叔们心花怒放，多巴胺专搭肾上腺，给当年上中学、大学的我们整了弟弟妹妹。当年新生儿1786万，让不少人觉得，哎呀，中国出生人口这事儿没必要焦虑。可是此后每年的出生率都在下降，18年1500多万，20年1202万，去年956万，今年直接跌破800万。7年时间过去，新生儿少了一半还不止。今年出台3胎政策，希望80后的叔叔阿姨们再加把劲。但问题不在于这些乐于生2胎的父母们，而是越来越多的90后、00后连1胎都不愿意生，甚至连婚都不想结。刚刚过去的520，多地当天婚姻登记数大幅下降，贵州同比减少53.8%，广东、福建、四川分别减少40.41%、38.28%、36%。1线、2线、3线，全国各地年轻人不约而同的不结婚、不生育，到底咋回事啊？评论区的同龄人们，你们可以说说自己为啥不结婚、不生育啊？有些人说现在年轻人就是不爱结婚，
不爱生孩子，这是对年轻人的一个误解。现在年轻人的立身之本发生了变化。过去的年代呢，女孩子长大能不能嫁出去很关键，嫁出去以后能不能生出来是关键，生出来的是不是男孩是关键。假如这3条有了，这立身之本就有了。现在女孩子她知道我的一生最关键的是我的事业，我的能力。假如我这个能够保障不了的话，我的婚姻、我的生育都没有保障，她的事业性就越来越强。事业性越来越强，她不可能就再回归到让她当一个贤妻良母这个角色。所以假如我们要来鼓励大家结婚，鼓励大家生育的话，首先要来保障特别是广大的妇女的就业问题。假如她的事业发展力越好，那么她在婚姻问题上、生育问题上，我想会更加积极。